最近在读一本书，然后我在书中看到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让我想起以前我在做 AI 工具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因为我是在用某个 AI 平台的 API 来生成图片嘛，然后我就会发现它生成的图片大多数风格都是偏男性化的。就是比如说它生成吃东西的那个人物图的时候，人物总是男性，又或者是涉及一些运动场景的时候，出现的元素也是和男性相关。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后面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在提示词里面增加了一些限制，就是让它按照我的需求去生成图片。比如说提到性别的时候，是什么性别去生成和什么性别有关的图片。如果没有明显的性别相关的词汇，那它就得往中性那个方向去走。当时我在代码里面加了这样的限制之后，生成的图片确实质量好了很多，但是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微小的我不太满意的部分。可是那个部分就是可能是微小到我可以不在意了吧，那我就不去管它了。那这个例子呢，就让我当时在想，怎么我调用了一个 API 而已，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呢？后面我了解到说，其实 AI 的训练数据就来自于我们人类世界嘛。那人类世界当中的语料是存在很多很多的偏见的，这也是我当时对于 AI 的进一步的认识。因为像很多时候我去用 AI， 我是不会想 AI 是怎么来的，它的训练数据是怎么来的，也不会想到说它的训练数据会和我们人类世界的语料有关系。就有点像是有的时候我们日常在用某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它背后涉及着什么东西，这大概是一个入口吧。那回到我刚刚开始说的那本书，我忘记这本书是 The Coming Wave 还是 The Alignment Problem。反正例子大概说的是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亚马逊它做了一个人工智能学习工具，其实也就是简历打分工具嘛。它先是把自己数据库当中的某一年到某一年的那些就是候选者的简历，大概应该是入职了之后的候选者的简历，当成训练数据喂给 AI， 然后让 AI 去帮自己给那些投进来的简历打分。刚开始呢 ，AI 它打的那些分数偏高的都是男性，偏低的都是女性。那团队人员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就在后台，也是在代码层面加了一些限制，比如说去标签化元素，去性别标签元素，然后再让 AI 重新去打分。但是后面发现，这个 AI 还挺聪明的，就是遇到性别的时候，它不会说这个男性打高分，那个女性打低分，可能在性别方面已经算是比较平衡了。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男性的简历跟女性的简历，
他们当中的一些很细微的，比如说用词方面是不太一样的。那他在原始的那些喂养数据里面习得了，比如说男性的简历当中用的词汇是偏男性化的，然后女性的简历当中用的词汇是偏女性化的。他掌握了这个规律之后，再根据这个规律去重新给简历打分。那尽管系统层面已经设计了去性别标签，但是还是避免不了这种性别偏见在打分上的影响。所以后来亚马逊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最近不是有一些类似于 AI 简历这样的平台出现吗？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以及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之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毕竟亚马逊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它都试过这样的一个失败的案例了，那到现在我的确不知道技术有多先进，它能够避免这种偏见。甚至是包括其实在科技界或者说 AI 界一直都传着这样的说法，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让 AI 减少偏见。但其实在我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我是会发现我基本上没有遇到 AI 产生偏见的时刻，我也没有遇到 AI 很反伦理的时刻或者怎样的时刻。所以我很好奇，当他出现这样的时刻的时候，他遇到的是什么样的语境，什么样的场景。就我有时候会在想，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交互方式、互动方式，能够逼迫 AI 呈现出这样的一个面貌，这我是觉得挺好奇的。然后回想到，就是我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也算是一个投稿吧，大概就是国外的一个博主，他为了给自己寻找研究员，然后出了4个题目，他是希望应征他的研究员的人从4个题目当中选择其中一个题目，然后写一下自己对这个题目的相应的看法，或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我就选了其中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大概是具体我就不说了，因为它的结果还没有公布嘛。虽然我也知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结果，但是我还是想暂时保密。但是我在这篇文章当中，我就写了说，其实要解决这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矛头并不是指向 AI 本身，并不是指向人工智慧本身，而是和人有关的环境。那怎么去改变人？怎么去改变和人有关的环境？其实他们俩指向的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教育。如果教育能够塑造好一个人，能够让一个人的环境变得更好，那他其实比如说他的成长轨迹他未来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是比较理想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人不是在呼吁 AI 伦理相应的监管和限制嘛。虽然讲这部分的工作确实应该做，但我觉得有时候怎么说呢，因为商业利益我觉得它就像一座大山，是别人都撼不动的。尤其是他们在不管是科技发展的地位上，还是在国际消声一下，就是国际方面的那些利益方面，这个东西是不能够放弃掉的。所以我们只能用那个成语来讲，就是曲线救国。我选的那个题目呢，是讲 OpenAI 的基金会应该怎么去花掉 OpenAI 基金会因为市值提升而
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基金吧。我的想法就是应该把基金放到教育系统里面去，但是要怎么去安排资金的配置，怎么进入到教育这个系统里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也就是我在文章里面提到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就我后来就是写了这篇文章投了稿之后，又去读另外的一本书，我也忘了到底是 The Coming Wave 还是 The Alignment Problem， 里面也讲到说，其实塑造人和改变人的环境这一块，在解决某些问题上是根源问题，或者是说是根本问题。就他的一些说法可能跟我自己的感觉类似，就是当我们遇到某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习惯性的直接进入问题本身，而不是去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来的。于是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来源，然后从根本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自己也会在想哈，有的时候解决问题本身确实是最有效的，但是又回到另外一句话叫治标不治本，所以我觉得第一性原理还是挺有用的，就是凡事都要找到它的源头。如果从源头去考虑解决办法的话，往往是最有效的，虽然它的结果会来得很慢，但我还是觉得第一性原理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用且有效。